8个月前，我上传了我 B 站的第一个视频，介绍了我如何花2900组装了一台比 M2 mini 还要香的黑苹果。而2个月前的今天，我转正了。是的，在库存管理大师和各个平台的百亿补贴当中，全新国行的 M2 mini 连2900都不到就能包邮到家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啊，这个价位已经能够成功撼动黑苹果的选择了，也成功让我这种多年的黑苹果用户转正了。嗨大家，欢迎来到我的个人频道，我是木之，好久不见。虽然最低的8+256只要2900不到，但库克还是那个库克，把消费者的心理拿捏得死死的。想要真正用的舒服16+512肯定是标配的呀。隔壁 PC 最多也就几百块钱解决的事情但到了苹果这边，价格就直接来到了7499，某宝教育优惠后价格也要6300左右。你说它贵吧，M2 性能加上这个巴掌大的体积，摆件一样的外观，不算特别贵，但7000多的价格只能勉强上16+512，而且固态还是减配的，我只能说，库克真有你的。Wow, what an amazing day！ 哎，没办法，谁让我们天生自带强大的自适应能力呢？最终我选了16+256的配置之所以那么选，是因为 M2 mini 的固态其实支持扩容的，也就是在买回来之后你可以把16+256变成16+1T 甚至更大，但运行内存是不支持的，所以必须一开始就选择16+256。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算给大家留了一个自适应的方案了。怎么不算呢？目前的 M2 mini 扩容方案有2种，一种是优雅但没保修的改装焊接方案，原理是将主板原装的储存芯片用热风枪吹掉或者打磨掉，再把新的1T 或者2T 的芯片重新焊接回去，相当于给主机做了一个微创手术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扩容后的机器还是跟原来一样的优雅，从外观上看跟原装没有任何的区别，理论上稳定性也会更好。但坏处就是扩容后你的机器会变成99新的大修，以后卖二手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麻烦，而且也会让你刚刚到手的新机直接失去官方的保修。另一种就是非常安全但不太优雅的外置系统扩容，概念上跟微软的 Win2Go 原理非常的类似。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机器不需要拆机，也不需要寄修，扩容的全过程自己在家就能完成，同时也能继续享受官方的保修。但坏处就是它会占用掉你一个为数不多的雷电口，而且你还需要一直挂着这个像充电宝一样的东西。和给破解 Switch 的情况一样，我怕的不是大修99新后卖不出，真正让我担心的其实是找不到靠谱的操作师傅，我也不具备云判断一个师傅好坏的能力。跟游戏主机不一样的是，电脑其实是我要用来当生产力的，游戏没了可以再下，但工作硬盘里的数据没了可能就真的没了。这还不算遇到翻车和寄修被骗的情况。在我了解完外置系统相关的资料并自己实际测试后发现，外置系统某种情况下比改装扩容更加方便和稳定一些，后期维护我自己也能独立完成，也不用再送出去。就算真的被我捣鼓坏了，还有官方的保修兜底呢，怎么看都不算一个最差的方案。所以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后，我最终选择了外置系统的扩容方案。如果你使用了前面的改装方案，也可以把你的使用体验分享到评论区，帮助有同样想法的人解答一下他们的疑惑。在安装前，你需要准备一块固态硬盘。现在打开京东，随便搜一根199的固态，读写速度都在3500左右外置系统的体验很大程度依赖于速度，而外接的速度又是由硬盘和硬盘盒所决定的。随便一个入门固态微微出手就已经是 M2 mini 固态的极限了。所以真正的瓶颈其实落在了硬盘盒的身上。想要获得最舒适的体验，最大速度40G 的 USB 4或者雷电3硬盘盒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不太在意速度的话理论上 2.5G 的移动硬盘或者几十块的10G 硬盘盒也是可以用的。我这里从抽屉里摸出一根红旗掠夺者 GM7 1TB， 搭配 USB 4硬盘盒做 M2 mini 的外置系统盘，也就比原装的固态快了2倍而已。接下来就是安装教程，操作方法也非常简单。
如果你的机器是全新未激活的，你需要进入系统创建账户后才能继续后面的操作。首先准备一个用于制作引导盘的 U 盘，我这里用一个移动硬盘做演示啊。打开工具包里的烧录工具啊，选择镜像文件，再选择引导 U 盘。这里需要提醒一下，千万不要选错，因为会格式化掉你 U 盘里的文件，特别是那些电脑还插着 SD 卡的老法师们。一级警报。那什么一级警报？就我记忆卡没带到。啊？接着点击开始烧录就可以了。如果有接触过黑苹果的朋友啊，可能会觉得这个流程非常的熟悉啊。唯一的区别啊，就是省去了配置引导的步骤。视频里用到的教程和原装镜像，我也打包好放在了后台。找到并关注我，发送 Mac Mini 就可以免费下载了。接着就是安装步骤了。彻底关机后啊，你需要把你的外置系统盘和刚刚做好的引导 U 盘插到你的 Mac Mini 上。为了方便演示啊，这里用我的 M1 Air 做演示。M2 Mini 的操作流程也是一样的，长按开机键进入恢复模式。首先进入刚刚做好的 U 盘引导的安装镜像里。读条完毕后啊，会让你输入管理员的账户密码。输入完毕后啊，就可以进入到镜像安装页面了。进入安装页面后，点击左上角的退出安装。退出后啊，进入到最下方的磁盘工具里。接着在磁盘工具中选择你的外接硬盘，点击右上角的抹除。选择 APFS 格式，给硬盘取个名字后抹除。抹除完毕后啊，重新进入一次镜像安装页面，接着选择刚刚格式化好的外接硬盘，用你的管理员账号进行授权。这里系统会要求你连续输入2次密码，输入完成后，系统就会自动开始安装。安装的速度啊，取决于你的引导 U 盘的速度。如果你跟我一样，前面用的是移动硬盘来做引导盘的话，这里的安装速度会非常的快。安装成功后啊，机器会自动从外置系统启动，简单配置一下信息，你的外置系统就安装完毕了。现在你的盖板256摇身一变就成了1T 的顶配，不算特别快，也就比原装硬盘快了2倍而已。对日常体验和生产力环境来说，已经非常够用了。如果你跟我一样用的是雷电3或 USB 4的高速硬盘盒，你还需要给这个丑陋的充电宝增加一些散热模块，避免高速读写时导致过热甚至重启。同时，外置系统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便携性。现在你可以在出差或者外出的时候，将整个台式机的数据一起带着走了。理论上，它还能在另一台同样配置的 M2 机器上运行你的外置系统。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自己去验证一下，我也很想知道到底能不能这么玩。如果你打算给笔记本用，你可能还需要考虑搭配一个这样的小磁铁，来让它把硬盘固定在笔记本的背面，好让硬盘不会因为各种晃动导致掉落。下期我会聊聊高速硬盘盒的选购和低速硬盘盒在外置系统下的使用区别。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你的苹果自适应方案有哪些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也请千万不要忘了点赞关注，这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我是木之，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